曾经呢，看到某个人发了一个状态，说呢自己租了15年的房子，房东连一句谢谢都没有，房东只是淡淡的跟他讲，感谢你租我的房子租了15年，让我呢把房贷还完了。这个时候租户才发现，除了拥有这套房子的居住权以外，好像拿这套房子也根本没有办法，而房东呢却对他爱答不理。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如果我们有钱了，到底是买一套房子，还是说一直租房子不买房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那么首先呢，我还是说一下我的观点。我的观点就是呢，如果大家手中有钱，如果呢还没有房子的话，还是呢尽早要去买一套房子。我不建议大家炒房。如果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，觉得呢可以买第二套或者第三套，那你呢就要根据形势去出手了。很多人说我是房托，我在这里呢要郑重的告诉大家，我没有给任何开发商站台，我也没有收取任何人的费用。那说我是房托的人呢，他基本上连房地产的逻辑都没有搞清楚，甚至我可以大胆的推测，说我是房托的人基本上也没有房子，甚至呢连首付都没有，根本呢也买不起房子。因为呢他并不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含义，他说我是房托，以为我会让他去买房子。各位，你买不买房子跟我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你的家庭有你的发展，你有你自己的工作，你有你的未来，我有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们素不相识，萍水相逢，我干嘛要让你买房子？我干嘛要对你好呢？所以我今天是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跟大家去分析。那么如果呢你根据你自身的经验来讲，你觉得你不买房子，或者说你需要买房子，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因为你对你的人生要负责，而不是听我的。那么第一点呢，就是有房和没房在未来呢收获是不同的啊。很多人说我买了房子有20-30年的房贷，但是这里有2个好处作为房奴。房奴是苦逼的，但是房奴也是很幸福的。第一点好处就是在这30年当中，你背负着巨大的还贷压力，但是它更能够约束你的行为，不让你乱花钱，而且你会为家庭负责，甚至会想办法多挣钱。有可能你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，由于房贷的原因变成了老板，甚至呢开了连锁店。这不是没有的，人只有在逼到份上的时候才会学会改变。有很多人为什么觉得还款压力大，就是因为自己的收入不够高。很多人会想，我要改变自己，我要让自己的收入增高，所以他会想尽办法的去做生意啊，去增加自己的收入。殊不知呢，经过3-4年的发展，自己呢就当成老板了，也有可能呢月入好几万。如果呢你一直在工厂打螺丝，一直非常稳定，那么可能你每一个月都非常紧。但是这里有一点，就是呢大家有了房贷以后不再会花天酒地，更多的是意识到如何还房贷。那么第二点好处就是20年以后，别说20年，哪怕15年以后，你的财富就会增加，你以此为跳板，可以呢有更多的发展空间。很多人说我贷款30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想问问，有多少人是按时还了30年的？很多人呢都是在15年到2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把贷款结清了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发展好了。那么当你拥有一套全款的房子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你的跳板，你可以呢拿房子去做经营贷，利率很低，而且呢你又有了资金，你可以呢更有空间去发展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房子，你要想到一个问题，房子被强加了太多的金融属性，孩子上学怎么办？父母养老怎么办？自己发展怎么办？结婚怎么办？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。那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呢，就是归属感不同。因为呢，我出来社会也很早，很多年轻人到了18、19岁，完全是没有归属感的，想要出去闯一片天地，家是不回的。但是在一个城市，可能待几个月就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归属感。这个城市没有他值得留恋的东西，这个城市没有让他奋斗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大概率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城市买完房子以后才决定留下来定居的。一方面呢，
有房贷的这个束缚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了房子就相当于有了家，这个家和房子还有本质的区别，它是一种精神寄托。你有了这种归属感，你才会沉下心来在本地发展事业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没有房子，那么你还是会一生漂泊在外，到了这个城市觉得工资不好了发展不好了，马上又会离开到下一个城市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到了40岁发现呢，在城市里面根本买不起房子，那么只能够回到农村去发展。其实呢，这里面的辛酸只有呢经历过的人才懂。第3个方面的不同呢，就是应急能力不一样。那我们刚才呢也说到了，你租房子租10年20年，你只是在这个期限内住了别人的房子，别人给你用而已，但是你不能够处置这个房子，你不能拿这个房子去做抵押，你也不能够把这个房子卖给别人，因为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。所以呢，你只能够说在这20年的租房过程当中，或者30年的租房过程当中，你住了各种各样的豪宅，你体验了各种各样的房子，但是呢，那叫走马观花，昙花一现，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梦醒了，你总该结束了。到最后呢，你会发现，除了你的行李是你的，剩下的一切都不属于你。那么你在这个城市到底能留下什么呢？如果呢，你没有好好的去规划你的未来，你会发现你的积蓄也会变少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人去攒钱，没有一个精神寄托，你根本是攒不下来的，除非你的收入特别高。那么如果我们有房子，我们的应急能力呢就很强，在这个20年到30年还款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房子会随着位置不断的升值。第二，如果你的贷款还完了，你拥有一套全款的房子，你可以呢拿这套房子去做抵押，然后呢进行经营性质的这个贷款补贴。那么如果真遇到什么大事了，我还可以马上把这套房子变现。那如果呢你没有房子，你只能够去拿存款。如果你连存款都没有，那这个事儿呢就变得棘手了。如果呢以上我说的3点有人反对我，我也觉得不稀奇，毕竟呢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大家能认同，那就说明呢你已经看透了房地产的本质，那也就知道呢你到底应该买房还是呢应该不买房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